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关于跨海婚姻的故事，说起来真是令人唏嘘又惊叹。这几年来，我作为红娘见证了不少台湾和大陆的婚姻，酸甜苦辣，五味杂陈啊。这个故事的女主角叫小晴，今年27岁，福建人，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急诊科医生。我第一次见到小晴的时候，被她身上那股子干练和自信深深吸引。小晴不仅颜值在线，更是从小立志救死扶伤，医术高超，在福建当地的三甲医院工作时，多次参与急救，挽救了不少危重病人的生命。丽姐，我从小的梦想就是穿上白大褂，救死扶伤。小晴对我说这话时，眼睛里闪烁着光芒。我爸妈都是普通工人，供我读完医学院已经很不容易了，我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。可是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就在小晴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，一次急诊手术中，她救了一位心脏病突发的患者，却得罪了当地一个权贵。原来那位患者是这个权贵的情敌，而小晴不知情的情况下全力救治，让这位权贵的好事泡汤了。那个权贵居然找了各种理由针对我，甚至调查我的医疗记录，想找出我的失误。小晴说起这事时眼眶泛红，最后我被迫离开了那家三甲医院，还背负了一笔巨额违约金。小晴为了生计，只能在一家小型私人诊所打工，收入锐减，而那笔违约金就像一座大山，压得她喘不过气来。我当时真的很绝望，感觉人生已经到了低谷。小晴摇摇头，我想找一个能理解我、支持我，最好还能帮我重返大医院的人。就在这时，经朋友介绍，小晴认识了台湾男子阿伟。阿伟32岁，台北人，是一家科技公司的高管，年薪破100万新台币。阿伟家境优渥，从小接受良好教育，性格温和有礼，待人接物都很得体。第一次视频见面，阿伟就被小晴的知性美和专业素养所吸引。丽姐，我第一次跟阿伟视频的时候，感觉他好有气质哦，说话声音也好好听，很有磁性。小晴跟我分享她的初印象，而且她对我的经历很感兴趣，一直说很佩服我的医术和毅力。阿伟也向我透露，丽姐，小晴不像一般女孩子那么娇气，她的经历让她比同龄人成熟很多。她不仅漂亮，还很有智慧和坚韧，这在现代女性中很难得。两人从网上聊天开始，很快就发展到每天视频通话，感情迅速升温。阿伟甚至多次飞到福建见小晴，两人一起吃遍当地美食，游览名胜古迹。阿伟每次来都会给我带台湾的特产，还带我去福建最高级的餐厅吃饭。小晴回忆道，我从没被人这样细心对待过，感觉自己像个公主一样。交往半年后，阿伟向小晴求婚了。他单膝跪地，手捧着一枚闪亮的钻戒，真诚地问小晴，我们结婚好吗？我会带你去台湾，给你一个崭新的开始。小晴当时就哭了，她觉得自己终于遇到了一个真心爱她的人，而且阿伟在台湾的人脉和资源，或许能帮她重新开始医生生涯。我当时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小晴说，我以为我找到了生命中的白马王子，可以帮我解决所有问题。可是各位听众朋友们，跨海婚姻可不是童话故事，现实总是比想象中复杂得多。婚礼办得很隆重，阿伟的家人都来了福建，小晴的父母也非常满意这门亲事。婚后，小晴跟着阿伟来到了台北，开始了她的台湾生活。刚到台湾的第1个月，一切都很美好。阿伟带着小晴游览台北的各个角落，品尝地道的台湾美食，认识他的朋友和同事。小晴对台湾的第一印象非常好，台湾真的很美，街道干净整洁，人们素质也很高。小晴告诉我，而且台湾的医疗体系确实很发达。我参观了几家医院，设备和管理都很先进。这里我要特别说一下，很多大陆人可能对台湾有一些误解，认为台湾经济不如大陆发达。实际上，台湾在很多方面都非常有特色和优势，比如他们的医疗保险制度，全民健保覆盖面广，医疗服务质量高。再比如科技产业，台积电可是世界顶尖的半导体企业，还有他们的文创产业、民主法治建设等等，都有其独特之处。不过，当小晴想要在台湾重新开始她的医生生涯时，问题就来了。
我发现要在台湾当医生，需要重新考台湾的医师执照，而且程序非常复杂。小琴苦恼地说，首先要通过繁体中文的笔试，然后是严格的临床实习和面试。对我这种外来者来说，难度太大了。阿伟起初表示理解和支持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他的态度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。你先在家里好好适应台湾生活吧，不急着工作。阿伟这样劝小琴，我的收入足够我们2个人花了，你可以先学习台湾的语言和文化。小琴虽然心有不甘，但想着先稳定下来再做打算，就暂时接受了这个安排。然而问题远不止于此。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小琴和阿伟之间的文化差异逐渐显现出来。首先是语言习惯上的差异。虽然都说中文，但台湾和大陆的用词、口音以及表达方式有很大不同。我跟阿伟说垃圾袋扎好拿出去，他一脸茫然。原来台湾人说把垃圾包好拿出去，小琴笑着说。还有一次我说这个菜真好吃，我要打包。阿伟说台湾人说这个菜真好吃，我要外带。这些小差异平时倒也不算问题，但在吵架时就会被放大，甚至引发误解。其次是生活习惯上的差异，小琴习惯了大陆的快节奏生活，做事雷厉风行，而阿伟则较为悠闲，凡事讲究慢工出细活。我做事喜欢麻利一点，但阿伟总说我太急躁，做事不够细心。小琴无奈地摇头，比如买东西，我习惯货比三家后果断决定，而他却要花大量时间研究各种品牌和评价，慢慢比较再做决定。还有饮食习惯的差异，大陆饮食多油多辣，口味较重，而台湾饮食则相对清淡，讲究原汁原味。我炒菜时习惯放辣椒和各种香料，阿伟总说太刺激了，伤胃。小琴苦笑道，但我吃他做的菜又觉得太淡，没有灵魂。最让小琴感到不适应的是台湾社会的人际关系和处事方式。台湾人真的很讲究礼数和人情味。小琴感叹，阿伟的亲戚朋友来访，都要准备伴手礼，出门拜访别人也一定要带点心或水果。大陆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不那么讲究这些了。此外，台湾人说话比较委婉含蓄，不喜欢直来直往，而大陆人尤其是北方人，说话做事更加直接爽快。有一次我在家人聚餐时，直接指出阿伟表姐的一个做法不合理，结果大家都沉默了，气氛一下子变得很尴尬。小琴回忆道，事后阿伟跟我说，台湾人不喜欢在公开场合被直接指出错误，这会让对方没面子。这些差异积少成多，加上小琴无法工作的焦虑，使她开始感到失落和不安。那天是他们来台湾的第3个月，阿伟回家时发现小琴正在收拾行李。你要干嘛？阿伟惊讶地问。我要回大陆。小琴崩溃大哭，我在这里什么都做不了，每天就像一只笼中鸟，我受不了了。阿伟愣在原地，不知道该如何反应。小琴继续哭诉，我是一名医生啊，我的价值在于救死扶伤，不是做一个整天无所事事的家庭主妇。我在大陆好歹还能在私人诊所工作，还能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病人，可是在这里我什么都不是。阿伟试图安慰他，我明白你的感受，但是你需要时间适应。小琴打断他，都3个月了，你当初承诺会帮我重新开始医生生涯，可现在呢？你每天忙于工作，而我除了打扫房子、做饭，什么都做不了。你不是说要帮我联系医院吗？不是说有朋友可以帮忙吗？为什么到现在一点进展都没有？小琴的情绪完全爆发了。阿伟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道，我确实试过，但是台湾的医疗系统和大陆不同，有很多限制和规定，那你当初为什么不跟我说清楚？小琴质问道，你是不是故意隐瞒真相，就为了把我娶过来？阿伟这下也生气了，我没有隐瞒什么，我只是想让你有个缓冲期，慢慢适应台湾的生活和文化。缓冲期？小琴冷笑一声，说白了，你就是希望我放弃自己的职业梦想，安心当个家庭主妇，对吗？阿伟摇头，不是这样的，我尊重你的职业选择，只是什么？小琴追问，阿伟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说出了实话，只是我妈妈希望你能先安心在家，等有了孩子再说。这句话无疑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所以这是你妈妈的意思？
小晴瞪大眼睛，你娶我是为了给你妈妈生孙子？不是，不是这样的，阿伟试图解释。但小晴已经听不进去了，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为什么你丈母娘每次来都要问我什么时候生孩子？为什么你总是敷衍我说找工作的事情？原来在你们眼里，我就是个生育工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阿伟急了，我是真心爱你的，我只是想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稳定。小晴打断他，对你来说稳定，对我来说就是窒息。我不能失去我的职业身份，那是我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争吵越来越激烈，最后小晴摔门而出，说要立刻回大陆。阿伟追出门外，在楼下拦住了他。小晴，我们冷静一下好吗？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好好谈。小晴哭得泣不成声，有什么好谈的？我们的价值观根本不同。我们的婚姻是个错误。就在这时，阿伟的手机响了。他看了一眼，表情变得严肃起来。怎么了？小晴注意到了他的变化，是医院打来的。阿伟的声音有些发抖。我妈妈出车祸了。听到车祸二字，小晴顿时忘记了自己的愤怒和委屈。医生的本能立刻占了上风。严重吗？送哪家医院了？小晴立即问道。台北荣民总医院，听护士说情况不太好。阿伟声音颤抖，脸色苍白。小晴二话不说，拉着阿伟就往外跑。我们赶紧去医院。这一刻，所有的争吵和不满都被暂时搁置了。他们匆忙打车赶到医院。一路上，阿伟都处于极度焦虑状态，手心冒汗，不停地问司机能不能再快一点。小晴握住他的手，给予无声的支持。到了医院，他们直奔急诊室。阿伟的父亲和姐姐已经在那里了，一家人焦急地等待着医生的消息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阿伟问父亲。你妈妈去超市买东西，过马路时被一辆疾驰而过的机车撞倒了。阿伟父亲叹了口气，司机也受了轻伤，但你妈妈头部撞到地上，现在正在抢救。此时，一位医生从抢救室走出来，阿伟一家立刻围了上去。病人情况不太理想，医生严肃地说，头部受到严重撞击，出现了颅内出血，需要立即手术。但是什么？阿伟急切地问。但是病人有高血压病史，又长期服用阿司匹林，手术风险很高。医生解释道，我们需要家属签署手术同意书，并做好心理准。阿伟和父亲面面相觑，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噩耗击垮了。签字的手都在发抖。这时，小晴上前一步，医生，我是病人的儿媳，也是一名急诊科医生，虽然是在大陆工作的，我能看一下病人的检查报告吗？医生迟疑了一下，但看到小晴专业自信的态度，还是把平板电脑递给了他。小晴快速浏览了检查结果和医嘱，眉头紧锁。颅内血肿增长速度很快，再拖下去可能会危及生命。小晴看完后说，但是手术方案我有一点建议，不知道能不能和主刀医生沟通一下。台湾医生看着这位来自大陆的同行，点了点头，你跟我来。阿伟一家人惊讶地望着小晴跟着医生走进了医生办公室。20分钟后，小晴和主刀医生一起出来了。考虑到病人的具体情况，我们决定采用微创手术方案，结合实时监测技术，这样可以降低手术风险。主刀医生对阿伟一家解释道，感谢你们儿媳妇的专业建议，她对类似病例有丰富的处理经验。阿伟看着小晴，眼中满是惊讶和感激。手术进行了4个小时，终于传来好消息，手术很成功，血肿被清除，生命体征稳定。虽然还需要在重症监护室观察几天，但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了。阿伟一家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阿伟紧紧抱住小晴，声音哽咽，谢谢你，如果没有你。小晴拍拍他的背，别这么说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小晴几乎住在了医院。她不仅照顾婆婆的日常起居，还密切关注她的康复情况，甚至主动跟医生讨论后续治疗方案。台湾的医生们都对这位大陆同行刮目相看，经常请教她在大陆处理类似病例的经验。婆婆苏醒后，得知是小晴的建议帮助自己渡过难关，眼中噙满泪水。小晴，真是谢谢你啊。小晴握着婆婆的手，伯母，您别这么说，您是阿伟的妈妈，也就是我的妈妈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
这一场意外彻底改变了阿伟一家对小琴的看法，也让小琴重新审视自己的处境。1周后，婆婆已经可以转入普通病房了。那天下午，阿伟父亲把小琴叫到医院走廊上，欲言又止。爸，你有什么事就直说吧。小琴已经习惯了这样称呼他。小琴啊，阿伟父亲叹了口气，我们真的要向你道歉。小琴疑惑地看着他，我和你婆婆一直以为大陆的医疗水平不如台湾。阿伟父亲坦诚地说，我们有点看不起你的职业经历，总以为台湾样样都比大陆好，结果这次多亏了你。小琴摇摇头，爸，您不必这么说，两岸医疗各有所长，台湾的医疗体系确实很先进，特别是全民健保的普及和医患关系的和谐，这点大陆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。但我们不该阻止你在台湾行医，阿伟父亲继续说，我和你婆婆其实是担心你太忙，没时间照顾家庭和孩子。原来如此。小琴恍然大悟，原来婆婆并非不尊重她的职业，只是担心工作会影响家庭生活。爸，我明白您和妈的顾虑。小琴真诚地说，在大陆，很多女医生也面临家庭和事业的平衡问题，但我相信有家人的支持，这些问题都能解决。阿伟父亲点点头，你说的对，我和你婆婆商量过了，等她出院后，我们会帮你联系医院，看看能不能通过特殊渠道让你先在台湾实习，慢慢考取台湾的医师执照。小琴眼睛一亮，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回到婆婆的病房，阿伟正在削苹果，看到小琴进来，他冲她笑了笑。这段时间，阿伟也在反思自己的行为。当晚回家后，他主动向小琴道歉，对不起，我没有真正理解你的感受和需求，我应该更支持你的职业追求，而不是一味听从父母的安排。小琴也敞开心扉，我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，来台湾后太急于恢复工作，没有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适应这里的生活和文化，而且我说话做事太直接，伤到了你们的感情。两人促膝长谈，把心里的疑虑和不满都倾吐出来。其实阿伟说，你救了我妈妈，让我更加佩服你的专业能力。我以前总觉得你在大陆的医疗经验可能不适用于台湾，但现在我明白，一个好医生在哪里都是宝贵的。小琴微笑，这次经历也让我学到了很多。台湾医生处理病例的方式确实有独到之处，比如对病人心理状态的关注，以及更加细致的术后护理计划，这些都是我可以借鉴的。两人的沟通使得彼此都有了更深的理解和尊重。随后的日子里，阿伟开始积极帮助小琴联系医院和相关部门，探讨她在台湾行医的可能性。婆婆出院后也主动担起军师角色，动用自己的人脉为小琴铺路。经过多方努力，小琴终于获得了在台北一家综合医院实习的机会。虽然起点不高，需要从基层做起，但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突破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小琴兴奋地告诉我，台湾的医院工作环境真的很好，医患关系也比大陆和谐得多。虽然工资不如大陆的私人诊所高，但职业发展空间很大，而且能学到很多新知识和技能。阿伟也为妻子感到骄傲，小琴在医院很受欢迎。她的急诊经验在处理突发状况时特别有价值，而且她现在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台湾腔了。婆婆则彻底改变了对大陆媳妇的刻板印象。我现在常跟亲戚朋友说，小琴不仅是个好医生，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。我们家能娶到她真是福气，小琴的努力没有白费。1年后，她通过了台湾的医师执照考试，成为一名正式的台湾医生。医院还特别为她开设了两岸急救经验交流的讲座，让她分享大陆的急诊处理经验。刚来台湾时，我以为自己失去了一切，现在我才发现，我不仅没有失去，反而获得了更多。小琴感慨道，我在2种医疗体系中都有经验，这反而成了我的优势。更让小琴感动的是，阿伟和他的家人始终站在他这边，全力支持他的职业发展。我终于理解了，阿伟对小琴说，真正的婚姻不是让对方改变，而是互相理解，互相成全。小琴点点头，是啊，跨海婚姻确实有很多挑战，但只要我们愿意沟通，愿意换位思考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。2年后，小琴已经是台北那家医院急诊科的骨干医生，
同时也迎来了他们爱情的结晶，一个可爱的小女儿，我们给她取名两岸。阿伟笑着告诉我，希望她像她的名字一样，能成为连接两地的桥梁。小晴补充道，我们决定让她既学习台湾的细腻包容，又学习大陆的直爽进取。两种文化的融合会让她成为更全面的人。看着这对夫妻的幸福笑容，我想起了这个故事的开头，那个崩溃大哭，喊着我要回大陆的福建新娘。谁能想到，一场意外竟成了他们婚姻的转折点，让所有的误解和隔阂都烟消云散。各位听众朋友们，从小晴和阿伟的故事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跨海婚姻中的诸多挑战：语言差异、文化冲突、家庭观念不同、职业发展受限，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，不是靠爱情就能轻易解决的。但同时，我们也看到了克服这些困难的关键，首先是真诚沟通。小晴和阿伟之间最初的问题，很大程度上源于沟通不足。阿伟没有告诉小晴台湾医生执照的真实难度，小晴也没有充分表达自己对职业的坚持。只有把心里话说出来，问题才能被看见，进而被解决。其次是相互尊重。阿伟一家从最初的台湾优越感，到后来对小晴专业能力的认可和尊重，这一转变对两人婚姻的改善至关重要。两岸婚姻中，平等和尊重比任何东西都重要。再次是积极适应，小晴从最初的不适应，到努力学习台湾方言和习俗，再到最终融入台湾社会。这个过程虽然艰难，但她没有放弃。适应不等于屈服，而是在保持自我的同时，学会欣赏和接纳不同的文化。最后是家庭支持，阿伟从被动接受父母意见，到主动支持妻子的事业。阿伟父母从固守传统到积极帮助儿媳实现梦想，这种全家的支持和理解，为小晴提供了坚实的后盾。两岸婚姻说难也难，说易也易。难在文化差异客观存在，易在人心相通无远近。只要双方都愿意敞开心扉，理解并尊重彼此的差异，海峡两岸的距离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如果你正在经历或即将步入跨海婚姻，希望小晴和阿伟的故事能给你一些启示和勇气。记住，婚姻不是一帆风顺的，有风有雨才是常态。但只要心中有爱，手中有耐心，没有什么困难是过不去的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分享到这里，我是丽姐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